众所周知，漫威的多元宇宙正式展开，可90年里我们只看到了能看到的，更多的疯狂脑洞也只能脑洞。但近日漫威颠覆性动画剧集《假如》开播了，那么谁说意淫不能成真呢？假如美国队长是佩吉·卡特，我是瓜皮儿，让我们和观察者一起来看看这疯狂的多元宇宙。 What if？美国队长的故事大家都知道，二战时期纳粹德国闪击占领欧洲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为了对抗纳粹与其门下特殊组织九头蛇，同盟国斥巨资打造了超级血清，由布鲁克林的小矮子史蒂夫·罗杰斯进行首次融合。就这样，美国队长诞生了，他扭转了战局，也沉水在冰底。同样的经历，一个细小的改变创造了新的宇宙。史蒂夫千军重负走向人群，但这次卡特没有选择到控制室等候，站在离史蒂夫稍近的地方见证奇迹。也在此时，九头蛇特工引爆了炸弹，注射过程被强行打断。史蒂夫试图反抗，却中弹受伤。眼看血清要被抢走，卡特抬手2枪抬走了他，但史蒂夫显然已经不能继续实验了。 Rogers, get in there. He caught. Stark, you go in. What? Are you crazy? I push the buttons. I'm the buttons guy. 卡特见状，亲自上了器械，命令霍华德继续注射。 Stark, don't do this. 果然呢，斯塔克一家从不听话。一阵蓝光闪过，卡特成为了金刚芭比。上校对此非常不满，多年心血打了水漂，他认为女人上不了战场，还想着有朝一日利用卡特体内的血清，再复制另一个超级士兵。卡特无了屌了语啊，对着沙袋疯狂发泄。墙上的配重块砸了一半又一半，史蒂夫安慰他，起码他们没有强迫你去当戏子。膝盖中了一枪，史蒂夫还在进行康复训练。窗外107编队正式奔往前线，这其中就有史蒂夫的挚友巴基。相互鼓励后，两人定下了舞蹈之约。同时，九头蛇首领施密特寻找到了宇宙魔方的下落，传闻这个上神留下来的东西拥有毁灭世界的力量。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卡特耳朵里，他和霍华德申请调兵前去追击。后者推测宇宙魔方最少能给伦敦供电100年，亦或者分钟内毁灭伦敦。上校对这种歪门邪道不信谣不传谣，他连一个兵都不会派，抱着侥幸心理等待着战争结束。卡特和霍华德自然做不下去，原本他打造了一身戏服，如今看来要当成战服了。出于友谊，额外赠送震金盾牌1枚。就这样，卡特队长诞生了，一个标准的超英落地。卡特开启了出道首秀。Sending in a fragile Fraulein to fight for them. 不费吹灰之力，从佐拉博士手里夺回了魔方，用行动堵住了上校的嘴。研究魔方的任务交给了霍华德。没多久，史蒂夫康复，但也接到噩耗：107编队被掳。卡特愿意为了他去救回巴基等人，酬劳就是一支舞蹈。于是乎，卡特队长开启无双，直捣黄龙，让所有人对女人转变了想法。巴基的眉毛几乎抬到了后脑勺，营救行动十分顺利，但很快九头蛇援军赶到，众人四面楚歌之际，史蒂夫前来觐见。宇宙魔方的存在让他不需要担心能源问题。霍华德出场前保证，这套机甲无坚不摧。 Stark made me some new dancing shoes. What do you think? Well, then we better start dancing. Hold on. You can't even drive a car. Let's hear it for Captain Carter. 接下来，卡特队长与九头蛇重踏者征战四方，为联军打下巨大优势。而这一切的功劳，上校独揽了。对于名利，二人并不在乎，他们享受的是一起并肩作战的过程。久而久之，纳粹帝国忍不住了，希特勒命令施密特进攻柏林，而施密特已经不听从任何命令，九头蛇将迎来新的时代。这个时代的领导者就是他，红骷髅。 And Hydra will rise from its ashes. 另一边的夫妻档喝酒庆功。事实上，史蒂夫很想知道成为超级士兵的感觉，不像他只能躲在机甲里面。妈的，你在主宇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 Big man in a suit of armor.
Take that off. What are you? 卡特虽然外表变得高大了，但内心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瘦猴史蒂夫。两人即将升温之际，霍华德及时赶到，打断了他们。这一波叫儿子的仇，亲爹报啊！接到消息，九头蛇首领红骷髅将乘坐眼前的列车，抓住他就能彻底阻止战争。史蒂夫首当其冲，挡在列车前面，为队友争取登车的时机。Thanks. You almost ripped my arm off. 祖传的断臂梗经典重现。按照计划，史蒂夫进入车厢确认红骷髅的位置，众人都没料到这是场陷阱。巨大的爆炸将史蒂夫和列车送进了深渊，震颤引起了雪崩。卡特和巴基等人完全没有营救的时间。理智的巴基先带走了众人，但史蒂夫的离开让他们心里都少了一块。上校只担心机甲还能不能拿回来呀，还指责霍华德吹牛逼，神他喵的无坚不摧呀。卡特不想浪费时间，他要从佐拉博士嘴里问出红骷髅的位置。I will tell you nothing. He told me everything. 简单粗暴得到情报，红骷髅企图用宇宙魔方召唤其他维度的力量，借此统治世界。确认了具体位置，卡特准备动手。上校扫兴地表示，没有重踏者怎么硬闯人家老巢啊？卡特直接让他把嘴闭上。今天他卡特就得要了红骷髅的命，彻底剿灭九头蛇组织。所有人纷纷加入行动，文官霍华德也在其中。月黑风高，卡特闯进城堡，干掉守卫后放人进来突袭。他们以绝对碾压的力量闯入内部，由巴基等人寻找史蒂夫。卡特与霍华德阻止红骷髅。此时的红骷髅已经启动了魔方的力量，巨大的传送门出现在眼前，一只巨大的九头蛇即将跨越维度。卡特与霍华德见状直接傻眼了，还没听完红骷髅的语录，对方就被怪物挤成了肉酱。为了避免怪物完整体出现，他们决定反转吸引力。霍华德负责操作，卡特负责拖延。右手剑，左手盾，卡特队长与怪物扭打在了一起。与此同时，巴基找到了重踏者，史蒂夫果然没死。巴基不禁感叹，霍华德说的没错，这玩意儿真就无坚不摧。见队友来了，史蒂夫连忙招呼，扶起来，我还能站呢。他重新进入机甲，将这儿的电力全都注入了进去，足以支撑片刻。 You okay? Yep. Good, because we don't have all day. 另一边的霍华德成功反转吸引力，怪物被巨大的力量拉扯了回去，但他依旧死死地捆住卡特。眼看就要同归于尽，史蒂夫赶到争取了时间。Wow, Lord of the Calamari! 众人连忙将全部火力打了出去，怪物最后的挣扎几乎要摧毁整个城堡。史蒂夫送走巴基等人，重回战场，打算与卡特共生死。可电力戛然而止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卡特一点一点地推着怪物进入传送门。那只舞蹈再也没有机会实现了。爆炸过后，眼前除了宇宙魔方，只剩废墟。70年后，神盾局再次激活魔方，卡特队长杀了出来，警惕地盯着眼前两人。他们便是 Motherfuck Free 以及鹰复联3没我啥事儿演。一支崭新的复仇者联盟即将组建，而这便是无尽多元宇宙的一种，是观察者每天要看的无数个节目之一。假如第一期的内容到此结束，片中除了各种致敬以外，看到的更多的是那欢乐下的遗憾。回首漫威旧10年，元老人物接连着离我们而去，通过这种方式重新看到2011年那个秋天的青春，也算是一种答卷了。漫威也已经给出了答案，假如中的剧情和 MCU 同为一个世界观，加上旺达幻视跟洛基，可以统称为漫威新10年多元宇宙究极加长预告片。而这也是观察者第2次亮相，第一次则是银河护卫队中与斯坦李老爷子谈笑风生。作为漫威最强 OB 侠，观察者可谓是真吃瓜群众啊！他们只看不说话，也不参与，遵守这个准则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即使是他们看到了自己要死，也不插手。漫威接连引出这种超级文明，足以看出对新10年的野心了。可要说对漫威的新片还有什么期待，前车之鉴，图个乐就足矣。作为今年秋天的第一个消遣选择，何乐而不为呢？言归正传，第1集的观感并不差，至少能看出制作组的用心。短是短了点，但毕竟是动画剧集，可以接受。超多原班人马回归配音，希望各位不要被那些见啥都喷的人影响体验呢。我是瓦皮儿，下期见。